那黑衣人首领虽然不愿意相信叶晨的话，但他心里也很清楚，自己那些手下全部失联。刚才那个手下竟然在门口被斩首，这都证明了叶晨所言非虚。不过他不相信自己那些手下都是死在叶晨一人之手，他推测叶晨在外面一定还有同党。这一刻，他并没有立刻向着叶晨开枪，而是在心底暗自琢磨片刻，对叶晨说：兄弟，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，没必要太较真。你们杀了我这么多弟兄，我认了，我也不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只要你们能放我们走，这些人质我可以都完好无损地交给你。叶晨淡淡道：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黑衣人首领表情阴霾地说：兄弟，这你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吧？你要是真想鱼死网破，我就算活不了，也会拉上这些人做垫背的。我们的枪可不长眼，我看你和这几个人都认识，难道是想给他们收尸吗？叶晨冷笑道：收尸也是你来给你的手下收尸。说罢，他忽然单手一挥，高喝一声：雷来！下一秒，整个酒吧内竟然乌云密布，层层叠叠的黑云霎时间布满整个天花板，其中电闪雷鸣，仿若世人一下来到了数千米的高空，近距离观看雷暴一样震撼。此时的叶晨已经不打算在这些人面前装下去了，无论是这些冒充万龙殿成员的佣兵，还是哈米德、塔瓦纳以及伯纳德·埃尔诺，他都不想再刻意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。他必须要让这些人完全可控，完全臣服于自己，这样不但能完美解决掉今天的事情，以后这三人也会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内。自己刚才杀了这么多人，如果没有这三人的通力配合，这件事根本不可能瞒天过海，白马岛根本不可能妥善处理掉几十具尸体。而且如果这些人忽然人间蒸发，黑水公司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调查清楚原因。更何况包括自己岳父岳母在内的这些人，对这次恐怖袭击都有了记忆，一个个抹除虽然不难，但如果这件事不能瞒天过海，抹除他们的记忆没有任何意义，反而黑水公司暗中调查的时候会发现端倪。所以他不打算隐藏这件事，他要让这些人配合自己，不但要把这件事的后续完美解决掉，还要把这件事全部甩锅到黑水公司身上。黑水公司现在和反对派勾结，沆瀣一气，这次一定要让黑水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身败名裂，同时也给反对派一个强有力的警钟，让他们从今往后不敢再对哈米德以及万龙殿有任何歹念。于是当乌云在酒吧天花板上弥补，闪电在天花板之间闪动翻滚的那一刻，叶晨看着那黑衣人首领，冷声道：看好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黑衣人吓得浑身战栗，完全不知道叶晨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，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叶晨抬手指向他的脚边，紧接着天花板中的电闪雷鸣忽然间汇聚成了一道强有力的闪电，轰的一声劈在他脚边的木地板上，直接将地板击穿一个如洗脸盆般的大洞，空气中也全是木质燃烧的焦糊味道。黑衣人首领感觉浑身的汗毛都被这道闪电震得立了起来，其他人也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晨，万没想到这世间竟有人能操控雷电。塔瓦纳、哈米德都知道叶晨很厉害，但做梦也想不到他能厉害到这种魔幻的程度。黑衣人首领这一刻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年轻男人与自己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，甚至不在一个世界。在这种强悍的力量面前，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胜算。于是他果断丢掉手枪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虔诚无比地说：叶先生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自然是死不足惜，不过念在下还没有铸成大错，希望您能给在下一个机会，让在下将功赎罪。说罢，他又赶紧回头对仅存的几名手下说道：你们几个混蛋，还不赶紧把枪放下，向叶先生跪求原谅。那几人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丢掉枪，扑通地跪了下来。叶晨点点头，淡然道：
我喜欢跟识时务的人沟通。言罢，他问那为首的人，把你知道的都详细说给我听一听吧。黑衣人首领毕恭毕敬地说，叶先生，在下真名叫马奎，是澳大利亚人，血统上是华夏与日本的混血，10年前加入黑水公司，是黑水公司麾下的7级佣兵，主要负责南半球的事务。叶晨问，7级佣兵是什么意思？马奎解释道，叶先生，黑水公司为了方便内部管理，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晋升制度，战斗岗位从1到10共分10级，10级佣兵实力最强。管理岗位也是一样，只是管理岗位不叫几级佣兵，他们用 M 做开头，从 M1 到 M10。叶晨皱眉道，这制度怎么听起来跟那些互联网公司很像？没错，马奎说，黑水公司这些年一直在做管理改革，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架构。叶晨又问，你作为澳大利亚人，负责的也是南半球业务，为什么会被安排到这里来？马尔代夫大体上应该还是北半球国家吧？马奎连忙道，叶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黑水公司绝大部分的佣兵都是欧美和非洲裔、亚裔黄种人比较少。这次黑水公司特别从全球调集了一批亚裔黄种人过来，所以我就被临时派到这里来了。叶晨点点头，继续问，黑水公司派你们来这里，是要你们来刺杀哈米德哈司令的吧？没错，马奎重重点头道，因为反对派一直都是美国政府暗中支持，所以黑水公司的高层和叙利亚反对派也早就有合作。当时万隆店跟政府军有合作，所以算是美国以及反对派的敌人，他们两边其实早就暗中勾结了。说着，马奎解释道，反对派有2个目标，一个是想要杀掉哈米德，夺走哈米德的地盘，一个是把万隆店从叙利亚赶出去。刚好黑水公司也想进一步加强在中东的影响力，所以他们在得知哈米德来马尔代夫度假之后，就决定让我们来冒充万隆店的佣兵，制造一起恐怖袭击，顺手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哈米德，用恐怖袭击来包装哈米德的死，然后再把恐怖袭击的黑水泼到万隆店。到那时，美国政府就会在联合国推动，将万隆店定义为国际性的恐怖组织。把万隆店从叙利亚赶走之后，就把万隆店在叙利亚的基地移交给黑水公司继承。